最近科技圈有一只手机，几乎是用一种怎么说，蛮不讲理的方式冲进了所有人的视野。它叫豆包 AI 手机，而且还只是一只工程样机。这个可能要先解释一下工程样机的意思。对，就是说它还不是一只准备要卖给所有人的手机，更像是一个秀一下技术、探索未来方向的概念机。了解。但就算只是概念机，它的市场反应也太夸张了。没错，它12月1号上市，售价大概3500人民币，结果是瞬间秒杀。我看到二手市场的价格，哇塞，真的吓了一跳，直接被喊到快要10000块人民币。这种溢价的程度，在一只手机上，老实说，几乎是没听过。Exactly， 这就带出我们第一个问题。这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手机，能让大家这么疯狂？但更奇怪也更关键的是，就在它爆红才1天哦，几乎所有我们熟悉的主流 App， 像微信淘宝，都像约好了一样，对它进行集体的封杀。这个就太不寻常了，对不对？这就是整件事最矛盾也最有趣的地方。一边是使用者用钱投票，展现出极大的热情；另外一边呢，是平台巨头用技术手段表达出极大的敌意。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聊聊这背后的角力。这不只是一只手机的发布，它几乎是提前预演了一场关于未来网络世界两种完全不同逻辑的正面冲突。一方是我们姑且称之为的 AI 逻辑，另一方就是我们现在天天生活在其中的平台逻辑。好，那既然它引起这么大的骚动，我想我们得先帮听众描绘一个画面，这只手机用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它跟我们手机里已经有的 Siri 或小爱同学差别真的有那么大吗？差别是根本性的。根本性。对，过去的语音助手，你跟他的互动基本上都陷在一个对话框里面，你问他答，比较像一个加强版的搜寻引擎。了解。但豆包 AI 手机它直接跳过了问答，直接进到一键托管的执行层面。这背后的关键突破有2点。哪2点？一个是深度系统整合，另外一个是跨应用操作。深度系统整合，所以你的意思是，它不是像我们去下载一个 App 那样，它更像是手机的原生大脑。你这个比喻很精准，它不是一个外挂程式，它是把 AI 智能体，也就是 Agent， 直接写进了作业系统的底层。哇，这就给了它极高的权限，这也是它后来引发所有争议的起点。而有了这个权限，就带出了它最惊人的能力——跨应用操作。你可以用语音下一个很模糊的指令，然后它就能像一个真人助理一样，在你的手机上自动切换不同的 App 来完成任务。OK， 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我们需要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假设我要买一瓶洗发精，平常我可能会自己开好几个购物 App 比价，这个过程其实挺烦的。用这只手机会怎么样？你只需要拿起手机说，帮我从所有平台找到最便宜的同款洗发精，然后下单。接下来的画面，老实说有点超现实。怎么说？你会看到一个小小的光标圆圈在荧幕上自己动起来，它会自动解锁手机，打开淘宝，输入关键字，滑动浏览，然后跳出去打开京东，做同样的事，最后比较出最低价，把商品放进购物车。等等，所以它是在模拟我自己的点击行为，而且这一切都在我眼前发生。没错，但更厉害的是，这一切都可以在背景运作。你可以让它去比价，然后你自己继续回讯息看影片。只有在最后付款那一步，它才会跳出来，让你亲自确认输入密码或指纹。天哪！它把一个很复杂的决策过程简化成一个指令跟一个确认。哇，AI 从一个问答机器变成一个真正的数位管家了。正是如此。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会疯狂了。我自己就有过类似的经验。出差前一晚要定闹钟，我得先开行事历看会议时间，再开地图 App 算路程，最后再自己算好时间去设闹钟。这个过程虽然不难，但就是很琐碎。有个使用者就分享了完全对应你这个痛点的案例。他对手机说，我明天早上要坐高铁，
帮我定个出门的预备闹钟。嗯，然后豆报 AI 做了什么呢？它自动去讯息或邮件里找到了高铁的订票资讯，分析出车次跟出发时间。哇，接着，它跳用了地图 App， 根据即时路况，精准算出从家里到车站要多久。最后，综合所有资讯，设定了一个个人化到极致的闹钟。这真的太强了！这背后肯定不只是模拟点击这么简单。你说到重点了，要做到这么复杂的任务，还有一个核心功能，叫做长期记忆。长期记忆，对，在任何 App 的任何界面，你都可以用3指上滑或截图的方式，让豆包记住当前荧幕上的资讯，不管是文字还是图片，它都能记。而且这些记忆都存在你的手机本地，高度个人化。所以这就像给 AI 一个专属于我的大脑一样，我可以随时问他，上次跟朋友在 LINE 里面提到的那家咖啡馆是哪家，或是我那个包裹的快递取件码是多少。没错，他能立刻从我的记忆库里找出答案，我不用再费力的去翻聊天记录了。正是如此。当这种强大的记忆能力跟前面提到的执行能力结合起来，它的潜力就变得非常可怕。比如说，比如你对他说，帮我准备下周跟 A 客户的会议，它会自动去调用记忆中过去所有跟 A 客户的合作记录、邮件往来，然后结合最新的进度，自己帮你预约会议室，甚至生成一份包含重点摘要的会议草案。这已经完全是科幻电影的等级了。这就是它跟 Siri 的根本区别，它不再是被动回应，而是能主动帮你规划跟执行。听起来这简直就是智慧手机的终极形态了。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顺利。就在它上线第2天，灾难就来了。对，有用户发现，用豆包操作微信的时候，会跳出登录环境异常的提示，账号甚至被短暂冻结。不止微信，用淘宝、闲鱼这些阿里系的 App 会频繁擦出那种很烦的人机验证视窗，要你证明你是人类，甚至直接闪退。对，银行类的 App 反应更激烈，直接把它判定为高风险环境，暂停了所有登录和支付功能。这就很奇怪了，这些网络巨头自己不也都在大力投资 AI 吗？为什么会对一个刚萌芽的新东西反应这么迅速又这么激烈？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碰到了我们一开始讲的核心2种根本逻辑的对立。第一种，我们叫它 AI 逻辑，豆包手机就是代表。它的核心理念是使用者意图至上。只要你，也就是手机的主人授权了， AI 就应该用最高效率、最短的路径完成你的指令，就算需要跨越好几个 App。路径是由你的需求来决定的。我想买最便宜的东西， AI 就应该帮我走遍所有平台，找到答案。听起来天经地义啊。是的，但第2种逻辑，也就是以腾讯、阿里这些超级 App 为代表的平台逻辑，就完全不同了。它的核心是流量与控制。在他们精心设计的世界里，所有服务都必须在我的 App 生态内部完成闭环。我设计精美的界面、复杂的流程、强大的推荐演算法，目的就需要牢牢掌控你的注意力、你的数据，还有你的交易入口。这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对，我来试着用一个比喻解释看看，你听听对不对？这就像豆包 AI 想为你开一扇直达目的地的任意门，但平台巨头们立刻跳出来说，不行，你必须走我们修好的高速公路，路上的广告看板、休息站、收费站，一个都不能少。没错，豆包 AI 的跨软体操作，等于是直接开着推土机，把平台所有的前端页面，包括广告、推荐资讯流，还有各种精心设计的促销活动入口，全部都给铲平了。你这个比喻非常到位，它等于是把一个超级 App 从一个包罗万象的流量入口，直接降级成了一个后端纯粹的服务接口。哇，这听起来很严重。这对平台来说是致命的。你看一些公开数据，很多科技巨头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广告，比如 Meta 就是脸书，广告收入占比常年高达98%以上 ，Google 有7-8成。所以这已经不是谁的 AI 比较聪明的问题了，
这其实是一场关于谁能决定我看什么的战争。对，AI 的逻辑是我的意图决定一切，平台的逻辑是我的演算法要引导你的意图。AI 等于是威胁要让使用者在数位世界里第一次真正的实现主权独立。完全正确。如果 AI 自动化操作成为主流，使用者在比价、下单的过程中，根本就不会看到那些平台赖以生存的广告位跟推荐商品，那他们的商业模式就会被釜底抽薪。了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将其视为生存威胁，并立刻采取这么激烈的防御措施。这不是反应过度，这是生存本能。OK， 商业动机我完全理解了，但这些平台公司对外宣称封锁主要的理由都是出于安全和隐私的考量，这个说法他们站得住脚吗？还是说这纯粹就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他们的担忧，老实说，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哦，首先，从技术安全的层面来看，多报 AI 那种模拟使用者点击的操作方式，在微信或淘宝的安全风控系统眼里，它的行为模式跟骇客用来批量注册假账号、盗取用户资料的自动化脚本，在数据特征上几乎无法区分。所以安全系统的警报会响个不停，因为它分不出来这个在荧幕上用超人速度疯狂点击的东西，到底是想帮我的 AI 助手，还是想偷我钱的恶意机器人？正是如此。站在安全工程师的角度，他没有能力也没有理由去为豆包开一个特例，这会留下巨大的安全漏洞。这听起来合理。其次是从隐私和责任的层面来看，这一点我觉得更为棘手。说到隐私，我刚刚就在想，他要能帮我做事，就表示他得看见我手机上的一切。这听起来既神奇又有点让人毛骨悚然。我的银行密码，我跟朋友的私密对话，他是不是都看得到？这是所有使用者最大的疑虑。虽然豆包官方说聊天记录、记忆这些敏感资讯都存在本地，但是它的运作原理是需要把萤幕截图或资讯传到云端的大模型去分析，然后再传回指令到手机上执行。这个传输分析回传的过程本身就带来了巨大的隐私泄露风险。更重要的是，一旦 AI 操作失误，比如说下错单、转错账，导致你有了金钱损失，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对，这问题太关键了。是开发 AI 的字节跳动要赔我钱，还是被操作的 App 厂商，比如淘宝或银行要负责？没错，在没有清晰的法律界定和产业协调机制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敢去承担这个风险。所以这是一个商业利益跟真实安全交织在一起的困境。是的，平台既有保护自己商业模式的强烈动机，也确实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安全与责任担忧。我也很难说哪个成分占比更高，因为它们几乎是绑在一起的。了解，所以这不单纯是商业竞争，也是一个现实的技术跟法律难题。而且这场战争好像不止在软体层面开打。是的，硬体厂商也有自己的盘算。根据摩根斯坦利的一份分析报告，像苹果、华为、小米这些头部的硬体厂商，也都更倾向于自己开发原生的 AI 助手，而不是跟字节跳动这样的第三方合作。这也很好理解，苹果不可能让字节跳动的 AI 成为 iPhone 的大脑，这等于是把自家生态系最重要的控制权拱手让人。对，所以这意味着我们未来可能会走向一个很混乱、很碎片化的 AI 手机时代。我的 iPhone 的 AI 跟我朋友的小米 AI 还有豆包 AI 可能都有各自擅长的事，但也各自会撞上不同的墙。我认为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个 AI 能力被围墙花园分割的市场。围墙花园，小米的小爱、OPPO 的小布、华为的小艺，各家都会推自己的系统级 AI。这些 AI 在自家的生态圈内，比如用华为 AI 去操作华为的应用，可以畅行无阻。但一碰到其他巨头的 App， 比如你想让小米的 AI 去帮你发一条微信朋友圈，可能就会立刻撞上一堵高墙。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豆包 AI 手机虽然目前还只是个小众的工程样级，而且一出生就面临四面围剿，但它确实划开了一道口子，让我们瞥见了未来手机互动的另一种可能性。它点燃了一场关于未来入口的战争，而且让所有人都无法再忽视。AI 手机这个趋势，现在看来已经无法逆转。问题不再是要不要做，而是由谁来主导，以及以什么规则来做。要实现你我理想中那种真正无缝接轨的 AI 体验，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产业博弈、技术标准的建立，甚至是法律框架的完善。这场由豆包手机点燃的战火，其实才刚刚开始。说到底，豆包手机的争议，最终为我们每个人抛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你为了极致的便利，授权一个 AI 接管你的手机时，这份你赋予 AI 的权利，它的效力是否应该凌驾于你手机上每个 App 各自的服务条款和用户规则之上？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但却极其重要的问题。随着 AI 智能体变得越来越强大，未来究竟是谁在为你的数位生活制定规则？是你自己，是 AI 的开发者，还是那些你每天都在用的 App 平台？你愿意用多少的隐私和控制权去交换多大的便利？这个权衡将会定义我们下一个10年的数位生活样貌。